还在动啊！环球探险第一站明岛威部落，这次我要去的是一个坐落于印度洋上面的岛屿西比鹿岛。据说上面还存在着一个原始部落，他们至今还靠狩猎采集为生。走，跟我去看看是怎么个事。这边是登船的地方，外面是船，这里就是当地的轮渡码头了。这2艘大船，其中1艘就是我要坐的。船票7点钟出发，也很快了。做我们的导游，走吧，上船。哎，我去，这里面的这个空调开这么低的吗？好冷啊！出发了，出发了！船舱里面太冷了，空气也没那么清新，充斥着一股怪味，所以我跑到这个甲板上面要舒服很多。我靠，快艇啊，跑这么快！西比鹿岛位于苏门答腊以西150公里处，要坐4个小时的船才能到达。这还不算完，到了岛上还得再坐1个小时摩托车，1个小时的独木舟，还要徒步雨林1个小时，才能到达明岛威部落。这边天气好热，紫外线还特别强，所以防晒还有遮阳帽一定要戴好。哎呀，坐摩托车。好了，到了。今天晚上先住在这个当地的居民房，然后明天早上一大早再出发去部落。由于向导还要给部落人准备一些物资，不能这么匆忙的去拜访他们，所以只能在雨林外的村子住一晚再走。Hello， 来看一下今天的民宿，哈哈，雨林房，超绝雨林房。这边是卫生间，喂，还是马桶的呀！我去，可以。我挺喜欢这种雨林房的，住起来很舒服的。它是隔离地面很高的。然后在这上面打光脚，特别爽，晚上睡着也不会热，这到处都是通风透气的。这家主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里面有很多独特的装饰。这个是猪的头骨，这个是猴子，这个蜥蜴，乌龟咬蜥蜴。门塔瓦人比猪更喜欢吃猴子，好家伙，整了半天这是他们的食谱刻在墙上了呀。这个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睡完浑身发痒，不太干净是吧？简单的对付了2口早餐，我们就收拾东西出发了。今天天气好哦，不会下雨就好。Thank you。哦。屁股都坐疼了，口上到了，太热了这里。哦，这是部落的女人们，他们在帮忙背东西。现在开始徒步穿越这片森林，就会到达他们的部落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节简单的森林路段，后面走着走着，看到路上有很多木头，我才发现我们行走在沼泽上。走这种路最考验平衡力了，很多地方都是单根木头，一旦踩滑走错就会踩到淤泥里，所以走起来比较费劲。这个雨林里面又湿又热，晚上还挺闷的，全都是汗，脱了吧，衣袖都打湿了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口算是到了吗？好家伙，你们这现代部落了啊！我还以为很原始呢。
不是，我是不是走错部落了？这地方这么现代化。这就是晚上我们睡的地方，还挺好的，遮风又挡雨。我们住在来姐家里，他们家一共5口人，爷爷、姑姑、妈妈，还有老婆和女儿。至于这个黄毛精神小伙，则是来姐的侄子。万万没想到啊，在部落里面还能有精神小伙啊！小伙。来姐一家住在雨林深处，没有通公路，也没有通电网，真正的与世隔绝。不过好在这个部落还有其他的住户，并不算孤独。向导说他们家条件最好，所以说住他们家。这正儿八经的雨林吊脚楼，下面晚上会睡猪，然后上面是睡人的。那这里就有一群猪，这个猪长得跟野猪似的。这边还有块太阳能板，不过也是他们这儿没通电的。这么看起来真的蛮漂亮的，这不就世外桃源吗？这是他们的饮用水源，生活水源。哦，我靠！洗完才发现河里面有猪屎，哎呀，好恶心啊！看这群死猪干的好事，一边喝水一边拉在水里面。一圈下来就是没看到卫生间，应该是没有卫生间的。像他们这些地方，去那边林子里面随便找个地方一蹲就可以解决了。吃了一个丰盛的午饭，老爷子跟精神小伙要带我出去逛一逛。我们先是去到了西米树地里寻找了起来。他们告诉我这树里面有一种宝贝，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棵倒塌并且开始腐烂的西米树。用斧子砍开西米树皮，我看到了里面白色正在蠕动的虫子。这种虫子叫做西米虫，它是真正的高蛋白高脂肪食物，蛋白质是牛肉的6倍。在雨林里面饿了可以用它来补充能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高蛋白过敏的人不能吃。哎呀，还在动啊，还在动啊！这个汁喷到我脸上了。Perfect， 甜甜的味道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怪味。More, I like。Until finish。啊，再吃。more。不是我怎么我说水果一说你怎么还当真了？不吃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可以，很准。后面他们带我去了明岛威部落最重要的一个地方——长屋。跟名字一样，这个房子很长，比住的房子要长太多了。哦。你好。这个就是他们的传统房屋，当地人称之为屋嘛，也相当于一个社群服务中心嘛。就比如说过去他们捕到猎物会在这里分配，包括结婚、祭祀，一些仪式都会在这里举行。哦，我去，全是猴子脑袋。这一串过来，得挂了几百个猴子的脑袋。这座长屋已经很久没有举行过仪式了，房梁上结满了蛛网，甚至很多地方都镂空了，没有修补。来姐的爷爷就是部落里面的萨满，以往都是他在长屋举行仪式。他老了，很多东西年轻人都没能传承下来，所以没有人再举行仪式了。整个部落也只有这个老爷子在坚持穿传统服饰。没错，这个像裤衩子一样缠在腰上，类似于棕榈的东西，就是部落的传统服饰。回到家正好看到来姐在喂猪，他先是敲击木桶发出声响把猪引过来。这些猪平时都放养在山里面，每天会喂2次。据他说他家有30多头猪。这些猪主要吃的是西米树，树干里面是绵软的，含有大量的淀粉，它们都挺喜欢吃。看长势就知道了，又肥又壮。这些猪他们会吃一些，也会拿一些出去卖，卖了钱再去购买一些生活物资，米面油之类的。靠，这么多淀粉吃着能不胖吗？哇，这个大猪的警觉性好高啊，吃东西的时候眼睛就没离开过我。
随时都防着我，我稍微一靠近，它就要后退。你看，吃饭，炒饭、煎蛋，这里还有番茄、黄瓜、辣椒酱。哇，这看着都有食欲。他们这生活习惯跟我们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吃米饭，也喜欢吃辣椒。就是生活水平跟不上，过得简单一点。反正我是吃的蛮香的。晚上我们就睡这里，这边是2个向导睡的，那边是我睡的。他这家里面的灯光还是挺亮堂的，可以的。准备休息了，看一下今天晚上的住宿环境，有蚊帐，然后有个垫子，然后还有毯子。还要什么自行车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唯一恼火的就是这个地板下面还睡了一群猪，还能闻得到它们的味道，真的太上头了。一大早我就跟着这小老头上山去了。来杰告诉我，爷爷要去找明岛威人传统服饰的材料，就是他穿的裤子，身上的穿的太久了，想换一条新的。整个部落也就只有他在穿这种传统服饰了，都已经习惯了，以前大家都是这么穿的。老爷子已经很老了，但是没人知道他多少岁了，家里人不知道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雨林里面没有春夏秋冬4季交替，不知年月，所以以前的人们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。他现在要把这个树皮剥下来，取中间层，这一层韧性更好，延展性更大，也不会太硬，很快就剥好了一条树皮，再放到树干上反复敲击，使得纤维更加绵软。这样子穿在身上才不会硌得慌。把整条树皮敲软之后，再放到水里面清洗干净残留的汁液，这样子就得到了一条干净绵软的裤子，晒干就能穿了，缠在身上就行。时间来到第4天，一大早来杰就在弄套子，他今天准备抓头猪给我尝尝。说实话，他家的猪我也挺馋的，纯生态纯放养的土猪，这种猪肉相当好吃。早上一大群猪都在，很快来杰就套到了一头中等体型的猪，我还以为是小猪崽子没长大的，但是他告诉我这头猪已经养了1年半了，生长特别缓慢的。我问来杰杀猪时为什么要念念有词的，他跟我说这是在安慰猪，减少猪的痛苦。明岛威人相信万物有灵，不会随意捕杀野生动物，除非真的有需要。这个猪确实肥啊，里面还有板油，白花花的，看这些都是油脂，这些生拔硬拽呀。其实很多部落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处理动物简单粗暴，杀完再取内脏，取完内脏再抬到火上去烤，然后刮毛。说实话，他烧这么大个火，我是真的怕烤糊了。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对的，这只猪的皮毛都烧焦了，不好刮。不过也不用在意这些细节，皮没刮干净，就当是增加一些胶原蛋白了。现在把这个猪给分出来。Makan bersama. 直接放在锅里面炖了。他把猪头、猪蹄放进去炖，我都能理解。但是看到他把一盆内脏都放进去，我是有点绷不住。这能吃吗？这？哇，这个内脏全部倒进去煮啊！一锅出是吧？好了，别涮了，好，挺好的，有血有沫子。炖了1个小时，猪肉差不多都软烂了。现在要把它捡出来分割好装盘，吃肯定是吃不完的，还要拿一些送给部落的邻居们。这里没有冰箱，无法保存，所以杀的猪就一定要吃完。改天邻居们杀猪也会分给来姐家，这样子大家都有的吃。打锅炖猪肉，来块肥一点的，我这把皮都没剃干净，还有毛什么乱七八糟。这个味道可以，挺香的。这是个拱嘴，上面的皮都没弄掉。哇，不过肉真的蛮好吃的，很香，真的可以。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土猪肉。这个是撒菇，加菇，蘸点猪肉汤。
这味道很特别。淀粉或者猪肉汤，它不难吃，但是你要说好吃的话也算不上。从来没有这样子吃过，还蛮有意思的。这应该就是他们最好的东西了，最好的都给我吃了，不虚此行。我觉得后面离开的时候，我再给他们一些钱，不能白吃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猪多，但是长那么大也确实不容易，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。饭后，来姐准备给精神小伙子做纹身。明岛为人酷爱纹身，每个人几乎都有，但是也有个别没有纹的。小孩子从8岁就开始接受纹身，纹的都是周围美好的事物，他们认为重要的、对他们好的东西就应该刻在身体上面，永远铭记。他们的纹身不是一次性完成的，各年龄阶段陆续加纹，从少年到老年，一生要纹数十个纹身。所以你通常会看到年龄越大的纹身越多，比如来杰爷爷身上就纹了很多。来杰跟我讲过他身上的纹身含义，这个是星星，然后这个是太阳，手臂上面纹的是一种植物，他说吃了能治头疼，然后背上面的是就是一个平衡的意思，平衡发展，自然平衡。其实他们这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纹身，之前我还见过一个大叔一点纹身都没有，所以他们这边还是蛮自由的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的，并不是说强制每个人都要纹。时间来到第5天，一大早，来杰爷爷就在水沟边寻找有毒的植物，准备制作毒箭。这些植物我一样都不认识，只有小米辣我倒知道它的作用。辣椒可以刺激血管，使毒素更快地扩散猎物全身。把所有的东西都捣碎后挤出汁液，涂抹在箭头上晒干，这样就得到了一支附了膜的箭。我以为他是要去打猎，结果不是的，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带上毒箭是为了路途中抓猎物来当路餐。他要5天后。